你知道吗？日本投降后，在我国东北留下了10万日本女人。这10万名日本女人跟着日本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国，最后却在日本投降后被留在了中国。那么日本为什么要把这些女人丢在中国呢？这些女人后来去了哪里？据说她们都嫁给中国男人了，是真的吗？点赞、评论、加关注，跟老黑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真相。1945年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每个角落。很快，胜利的乐章奏响在整个中华大地上，日本人再怎么不甘心，也都无济于事，因为在美国那2颗原子弹的威慑下，日本已经无力改变失败的结局。第2次世界大战末的时候，老美毫不客气地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空投下了2颗原子弹，一颗叫小男孩，一颗叫胖子。听起来这么人畜无害的2个名字，其实是毁灭性极强的武器。2颗原子弹投下，所到之处都化成了灰烬。无数日本人和士兵瞬间死亡，连逃都没法逃。据战后统计，广岛和长崎因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分别超过了25万和14万。在这2起令人谈之色变的爆炸发生几天后，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不可否认，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致命打击，不过这也只能算是日本投降的原因之一。美军加上其他各国对日本的接连打击，让日本法西斯如强弩之末，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而8年的抗战也让日本国库被消耗殆尽，所以最终不得不投降。然而在日本投降后，本应该全部灰溜溜回到本国的日本人，却把10万名日本女人留在了中国东北，这是为何？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日本投降后把10万名日本女人留在中国？这10万名女人真的是被遗弃的吗？真相到底是什么？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至上的国家，武士道精神几乎成为了所有民众的信仰。在他们眼里，为国家做出任何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时日本资源匮乏，为了侵略资源丰富的中国，尤其是拥有丰富煤矿和土地资源的东三省，他们展开了侵华战争。在日本入侵中国期间，中国人民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这让日本知道想要拿下中国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下作的手段，为了把中国的土地占为己有，他们在东北建立了一个开拓团，在自己本国里挑选了10万名女性，让他们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东三省，跟东三省的中国男人通婚，为的就是让这些日本女人在东北繁衍后代，让中国人适应日本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将日本观点带到中国人脑袋中。他们觉得只要日本女性怀上了中国人的孩子，看在拥有中国血液的孩子的份上，中国老百姓就更容易接受日本，然后日本人就能彻底扎根在中国领土上。有资料明确记载过，当时东北地区的日本人数量高达100多万，其中日本女人就有20多万。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日本人未来侵占中国想出来的阴谋诡计。只不过最后在我国人民的不屈反抗和老美2颗核弹头的轰炸下，日本发动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日本残余部队匆忙回国，但那10万名日本女人却留在了东北。既然是日本人特意带到中国的，最后又为什么会被遗弃呢？你敢相信吗？日本人将10万名日本女人送给了中国，为了将日本人的血液灌输到中国，他们无耻地将10万名日本女性带到中国繁衍后代。战败后，他们只管士兵的死活，那10万名日本女人说不要就不要了。日本政府故意将他们遗弃在中国，因为当时日本女性地位极低，发动战后，日本国内经济被搞得一塌糊涂，可以说是民不聊生，恶福遍野。日本人觉得这些日本女人回到日本毫无用处，而且还会浪费粮食，所以他们才遗弃了他们。事实上，除了被日本人遗弃外，大部分日本女人自己也不愿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大概率会饿死街头，留在中国反而还有一线生机。那么这些留下来的日本女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呢？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向来对仁义这方面十分讲究，所以在日本战败后，当时的中国人民没有因为日军的过错而迁怒那些无辜的日本女人。据说这10万名日本女人后来直接被国民政府接管了，并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一些日本女性甚至真的嫁给了中国男人为妻，顺利的结婚生子。在中国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很多日本女人选择隐姓埋名的生活下去，她们不敢说出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他们也不想因为日本人的身份失去了在中国好不容易组建的家庭，所以可能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身体里流着日本人的血。但其实当时很多东北男人知道他们是日本女人，还是娶了她
他们，因为在当时，很多男人如果不娶一个日本媳妇儿，他们就会面临孤独终老的地步。为了为家族解决繁衍的问题，娶一个日本女人为妻也没关系。如果是你愿意吗？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